男人惊恐地发现，2条黑鱼竟然走上了岸，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一大群黑鱼就扑了过来，顷刻间就将男人啃食殆尽。你敢想象如此凶残的食人黑鱼，竟然只是一群没有长大的幼崽吗？原来它们并不是普通的黑鱼，而是经过基因改造后的变异黑鱼。成年后的它们体型巨大，最小的都有2到3米，最大的甚至堪比一艘渔船，一口就能吃掉一个成年人。就连号称水中霸主的皮鞋，在他们的眼中也不过是食物。渔民并不知道水下的危险，开着小船正准备收网，一个浮标却突然被拉入水中，他以为抓到了大货，心中还有些高兴，可下一秒就被一股怪力直接拉入水里。等到他挣扎着浮出水面，整条右臂已经不见了踪影。他拼命的想要爬回船上，却再次被那股力量拖入湖底，伴随着血水不断冒出，河面上就只剩下那艘渔船。不久之后，警方接到报警，有人在河边发现了渔民残缺的尸体。警长猜测他是被鳄鱼袭击了，但身为法医的老黑经过检查，却发现尸体上的咬痕并不像鳄鱼。于是为了搞清楚渔民的死因，老黑决定带上生物学家玛丽，一同赶往案发水域进行调查。途中，玛丽看着老黑给他的死者照片，也认为凶手并不是鳄鱼，而案发点距离海洋还有一段距离，更不可能是鲨鱼。到底是什么生物能够对人类造成如此触目惊心的伤口？两人抱着疑问继续前进，可走着走着，玛丽突然发现了什么，靠近一看，原来是一只鳄鱼，但它却停在岸边一动不动。玛丽壮着胆子用船桨轻轻一戳，惊恐地发现鳄鱼已经凉透，并且只剩下一颗脑袋。她猜想鳄鱼是不是撞到了渔船，这才导致她身首异处。毕竟作为水中霸主的鳄鱼，很少发生这样的惨剧。但老黑却表示根本不可能，因为这条河流就没有那么大的船。事情变得越来越诡异，两人顺着河流继续往前滑，没过多久，竟然看到一名钓鱼佬正站在水里徒手抓鱼。通过与对方聊天才知道，他正是死者的邻居。于是老黑当即决定去死者的家里，看看能不能问出一些线索。得知两人的身份后，钓鱼佬随即将他们带到了自己的住处。这里一共有3户人家，常年居住在船屋里以打鱼为生。随后在钓鱼佬的引荐下，两人见到了死者的妻子和他的女儿黑妹。女人说他们这里本来一切正常，可自从几个月以前一阵暴风雨过后，渔民们就在上游发现了一艘陌生的渔船。自那以后，这条河流就怪事不断，原本资源丰富的河里突然没有鱼了。她的丈夫也不幸发生了意外，难不成这一切都跟那艘渔船有关？听到这里的老黑决定马上出发，前往陌生渔船的地方一探究竟。很快，钓鱼佬就将两人送到了目的地。因为觉得这艘渔船有些诡异，所以渔民们从始至终都不敢登船查看。老黑和玛丽可不信邪，为了查出真相，毫不犹豫地走了上去。两人经过一番检查，发现驾驶室还算正常，可当他们打开船舱的那一刻，一股尸体腐烂的味道顿时就扑面而来。两人壮着胆子爬进船舱，借助相机的闪光灯，在里面发现了几具高度腐烂的尸体。出来后的玛丽没忍住直接吐了出来，而老黑却在里面发现了一片奇怪的鱼鳞。这么大的鱼鳞，玛丽也是第一次见。钓鱼佬不想继续待在这里，于是催促两人没啥事就赶紧离开。可就在玛丽踏上渔船时，意外却发生了。不料话音刚落，水中就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身影，可3人却对此浑然不知。老黑刚伸手想拉钓鱼佬一把，恐怖的事情就发生了。等老黑拿出手枪准备开枪救人时，转身却发现已经来不及了。钓鱼佬瞬间消失在水面，看着被鲜血染红的河水，惊慌的两人赶紧开船离开现场。回到船屋后，立刻把钓鱼佬被怪物吃掉的事情说了出来。虽然没看清对方的样子，但基本可以确定他就是杀死黑妹父亲以及吃掉鳄鱼的罪魁祸首。为了安全考虑，老黑建议大家离开这里，等他们回去通知警方来处理这件事。渔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，只能同意。可由于现在天色已晚，晚上出行比较危险，他们只好等明天天亮再动身。没想到就在当天晚上，可怕的事情却再次发生。独自待在屋外的男人突然听到水里似乎有动静，好奇的他拿着手电筒跪在水边仔细观察，结果却看到一条怪鱼从眼前游过。男人惊讶的把这件事情告诉屋里的女友，可他的女友刚从房间里走出来，就看到了无比恐怖的一幕，怪鱼竟然跃出水面，一口咬掉了男人的脑袋。其他人听到动静急忙出来查看，听到女人说水下有东西，玛丽立马就意识到那怪物跟着他们来到了这里。老黑提醒女人远离水面，可亲眼目睹男友死亡的她已经失去理智，极度恐慌之下只想划着小船逃离这里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马上发生。女人刚划出去没多远就被怪鱼盯上，直接将她的小船推到了河中央。接着怪鱼突然从船底发起攻击，轻轻松松就将小船顶翻，女人也跟着掉进了河里。直到这时大家才看清楚怪鱼那庞大的体型，可面对女人撕心裂肺的求救却无能为力。而此时怪鱼又开始朝着女人快速逼近，渔民雷克多见状连忙扣动扳机，一枪命中怪鱼的背鳍，暂时将他赶走。可看着即将到嘴的猎物，怪鱼显然不会轻易放弃，很快又杀了个回马枪。危机之时老黑也开枪阻止，但根本就无济于事。最后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怪鱼将女人一口吞入腹中。
这下所有人都慌了，怪不得这玩意能把鳄鱼当成猎物。意识到船坞也不再安全，老黑决定带着大家立刻离开。可他刚准备启动快艇，聪明的怪鱼就彻底断了他们的后路，唯一的快艇没了，逃走的希望瞬间破灭。就在所有人绝望之时，老黑突然发现隔壁的船坞好像有引擎，他们可以直接开着船坞离开，就是不知道还能不能启动。老黑打算过去确认一下，但船坞之间只有一条缆绳相互连接，上面挂着一个铁桶，是用来运送日常物品的，很可能无法承受老黑的体重，要是掉下去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个任务显然只能交给体重较轻的人。黑妹主动站了出来，在老黑的帮助下，她坐在桶里抓着绳子缓缓向前移动，可眼看距离到达对面只有一步之遥，缆绳却突然发生断裂。巨大的动静顿时就引起了怪鱼的注意。就在黑妹拼命地往船坞上爬时，怪鱼突然跃出水面，想要攻击她。幸好老黑及时开枪射击，从怪鱼的口中救下了黑妹。但遗憾的是，船坞的引擎因为年久失修，已经无法启动。刚刚老黑也打完了所有子弹，而水中的怪鱼却依旧活跃。几人傻愣在原地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转身却看见隔壁的雷克多正在自顾自地忙碌着什么。只见他从箱子里拿出一条鲢鱼，接着将它挂在铁钩上扔进了水里。原来雷克多这是打算利用小鱼把那条怪鱼吊起来。没过几秒钟，怪鱼果然上钩，但他的目标却是岸上的雷克多。还好雷克多反应迅速，没有让怪鱼得逞，并且成功利用手中的喷子将其解决。第一次看到怪鱼的庐山真面目，玛丽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品种，而雷克多却默默地点燃烤炉，拿着砍刀切开怪鱼的腹部，取出它的心脏放在火炉上烤了起来。不管它是什么鱼，在雷克多的眼里都是食物，况且他吃了这么多人，只有将它也吃掉才能解心头之恨。看着雷克多享受着美食，大家天真的以为事情已经结束，紧绷的神经刚放松下来，谁知下一秒，一条更大的怪鱼突然扑向雷克多，把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。这下雷克多也没能逃过一劫，直接被怪鱼拖入了水中。没想到怪鱼还不止一条，幸存下来的人再次陷入恐慌，却浑然不知打翻的烤炉引燃了地上的煤气罐和猎枪。等到玛丽发现异常时，猎枪在高温的炙烤下突然走火，射出的子弹不偏不倚地打中了玛丽的脑袋。众人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被点燃的煤气罐又原地起飞，直接掉在了黑妹所在的船坞。屋顶的黑妹刚意识到不妙，下面的屋子就被引燃，接着煤气罐突然发生爆炸。被炸进水里的黑妹虽然捡回一条命，但巨大的冲击也让她失去了意识。老黑见状不顾危险，赶紧下手救人。可就在他拖着黑妹往回游时，怪鱼也朝着他们的方向快速袭来。为了给老黑争取救人的时间，黑妹的母亲赶紧使用小刀割开手掌，放在水里吸引怪鱼的注意。血腥味成功让对方调转了方向，老黑也抓住机会把黑妹救了上去，但母亲却陷入了危机。怪鱼纵身一跃，直接跳上船坞，他没来得及顺着梯子逃到屋顶，即使丹尼已经伸出援助之手，还是被追上来的怪鱼一口咬掉了下半身。看着母亲为了救自己葬身鱼腹，黑妹顿时悲痛欲绝。眼下就只剩下他们三人存活。为了安全起见，老黑赶紧带着黑妹也爬上屋顶。可怪鱼似乎并不打算就此罢休，他开始不停地撞击船坞，试图击溃他们最后的落脚点。很快，在怪鱼的猛烈攻击下，不堪重负的船坞开始缓缓下沉。三人对此束手无策，只能静静地等待着死亡的降临。然而天无绝人之路，眼看河水已经淹没到屋顶，一艘快艇却朝他们缓缓驶来。三人赶紧挥手示意，并提醒他们注意水下的危险。不料话音刚落，怪鱼突然发起袭击，导致船员们纷纷掉进水里。其中一人想要游回船上，结果却被跳出水面的怪鱼顶到高速旋转的螺旋桨上，一命呜呼。好在另外三人顺利爬到了船坞上。为首的丧彪看着现场的惨状，似乎对这一切并没有感到过多惊讶，只是询问他们一共有几条怪鱼。得知老黑几人已经杀死了一条，丧彪立刻说出了怪鱼的来历。原来他们是经过基因改造发生了变异的黑鱼，是丧彪从黑市里花重金买来当宠物的，结果却在运输的途中遭遇了暴风雨，船员也失去了联系。几个月以来，他一直在寻找那艘运输船，因为看见了刚刚的爆炸，这才顺着河流找了过来。丧彪也没想到怪鱼在几个月的时间就长到了这么大，他必须想办法把怪鱼除掉。几人谈话时，怪鱼再次露出背鳍，丧彪二话不说，连忙射出一发麻醉剂，精准命中了怪鱼的背鳍。这发麻醉剂的剂量至少可以放倒3头大象。小弟迫不及待的想要下水抓鱼，没想到怪鱼不但没有倒下，反而跳出水面一口将它吃掉。丧彪也是个狠人，直接跳入水中想要救人，没想到自己又陷入了危机。幸好关键时刻老黑射出一发信号弹，将怪鱼赶走，这才让他捡回一条命。随后丧彪爬上船，赶紧带着几人顺着怪鱼逃跑的方向追了上去。他们就这样一路追到天亮，又来到了那艘渔船附近，还在这里发现了怪鱼的巢穴。丧彪猜想那条怪鱼已经被麻醉剂迷晕，于是威胁老黑打头阵，他要进入巢穴将怪鱼拖走。老黑只能乖乖下水，丧彪和他的小弟则紧随其后。三人小心翼翼地钻进巢穴，果然在里面发现了一动不动的怪鱼，不过看样子似乎已经死掉了。这时丧彪才告诉老黑，他当时一共买了3条变异怪鱼，而如今死了2条，还剩下最后一条，他必须要将这最后一条抓回去。没想到就在两人说话时，一旁的小弟
体突然消失在水面，看来最后一只怪鱼就躲在这里。老黑不想被怪鱼吃掉，于是不顾威胁从巢穴中跑了出来。他刚坐上快艇，巢穴里就传来密集的枪声，接着就看到丧彪慌慌张张地逃了出来，但下一秒他就被追上来的怪鱼一口吃掉。这只怪鱼比之前的2条大了好几倍，吓得老黑赶紧驾船开溜，可怪鱼也立马追了上来，速度竟然比他们还快，接着就直接撞了上来。丹尼一个没站稳，不小心掉在了河岸上，反而因此摆脱了危机。怪鱼只对快艇感兴趣，继续死追着老黑和黑妹不放。看着眼前的树木，老黑想到了一个杀死怪鱼的办法，他直接拆下螺旋桨的防护罩，然后在怪鱼追上来之前纷纷跳入水中。利用高速旋转的螺旋桨，两人终于干掉了最后一只怪鱼。可在另一边的丹尼就惨了，本以为已经安全的他躺在河边大口的喘着粗气，却看到2只小鱼游上了岸。就在他疑惑之际，更多的小鱼蜂拥而至，一瞬间就将丹尼淹没。没想到变异怪鱼已经产下了幼崽，这么多的数量一旦长大，势必会造成更加可怕的灾难。